早上6點半，廚房的燈剛亮，抽油煙機還沒開，桌上已經擺着2個杯子，一杯是白得發亮的鮮奶，剛從冰箱拿出來，杯壁上結着一層水汽；另一杯是巷口豆漿店提回來的無糖豆漿，還冒着熱氣，袋子邊角有點油亮。很多台灣家庭的早餐桌，幾十年來就是在這2個杯子之間做選擇。而做這個選擇的理由，10個人裡面有8個是同一句話：我要補鈣，我怕骨質疏鬆，我怕以後跌一跤就爬不起來。這句話說了幾十年，杯子也認真喝了幾十年。可是很多人到了做骨密度檢查的那一天，看到報告上的數字還是往下掉，第一個反應是不敢相信。他們會說，我每天早上都有喝啊，喝了10年了，怎麼可能沒有用？這種場面在骨科跟家醫科的門診其實天天上演。一位快60歲的太太拿着報告坐下來，第一句話就是：我不抽菸不喝酒，天天喝豆漿，連我先生都笑我像養生教主。為什麼是我？他講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他也真的很努力。問題不是他不夠認真，是他把力氣花在一個沒有辦法回報他的地方。這就是最可惜的一種努力，做得很辛苦，方向卻偏了半步。今天要拆穿的就是這個補鈣假象。我先把結論放在最前面，不繞圈子。如果你選的是無糖豆漿，而且把它當成每天補鈣的主力，那麼單就鈣這一項來說，你確實接近白補。這句話不是要否定豆漿，豆漿是好東西，好得很。等一下我會完整講它真正強在哪裡，而且會講到你可能沒想過的地方。問題出在補鈣這個任務，豆漿從來就不是負責的那一個。你把一個不負責這件事的選手排在先發位置，每天早上準時上場，排了10年，骨頭當然沒有收到你以為的那筆錢。那到底差多少？我們不要用感覺講，直接看數字，而且看同一個單位，每100毫升，根據台灣的食品營養成分資料庫，每100公克的一般無糖豆漿，鈣質大約是14毫克，同樣的分量，全脂鮮奶大約是100毫克，這不是差一點點，是差了7倍左右。換算成大家熟悉的杯子更有感，一杯250毫升的鮮奶，鈣質大約250毫克，一杯同樣250毫升的傳統無糖豆漿，鈣質大約只有35毫克上下。35毫克是什麼概念？如果你想靠豆漿喝到一天需要的鈣，你要喝掉7000毫升，也就是28杯。這個量沒有人喝得完，喝完之前你的肚子會先抗議，腎臟也會抗議。所以問題不在你不夠努力，而是這條路本身就走不通。順帶把幾個常見的選項一起講完，你在早餐店或超商挑的時候會更快。低脂鮮奶的鈣不會因為脫脂就變少，每100毫升一樣在100毫克上下。怕熱量的人可以放心選。無糖優酪乳跟鮮奶差不多，甚至因為濃縮而略高一些。起司片更集中，一片大約20公克，鈣就有100毫克以上。可是鈉也跟着高，一天一片剛好，多了就變成另一個問題。至於米漿、燕麥奶、杏仁奶這些，如果包裝上沒有特別標示有添加鈣，鈣含量通常比豆漿還低，它們是主食或是風味的角色，本來就不該被排進補鈣的隊伍裡。這裡最容易讓人誤會的地方是黃豆本身其實一點都不差，每100公克的乾黃豆，鈣質大約194毫克。這個數字聽起來很體面，可是豆漿的做法是把黃豆泡水泡到脹大，磨碎之後加進大量的水一起煮開，再把豆渣濾掉。你最後喝下去的那一杯是被水稀釋了好幾倍，而且已經濾掉一部分固形物的液體，營養在稀釋的過程中一起被稀釋，鈣就從194掉到了14。所以不是黄豆騙人，是豆漿這個形態本來就不是鈣的濃縮版，它是黃豆的稀釋版。聽到這裡，一定有人要問，那我買包裝上寫高鈣的豆漿可不可以？這個問題問得很好，答案也很實在。市售的高鈣豆漿或是強化配方的植物奶，那個鈣不是黃豆自己長出來的，是廠商後來額外添加進去的鈣。所以買這一類產品，重點完全不在包裝正面那3個字，而在背面那張營養標示。翻到背面，找到每100毫升含鈣多少毫克這一行，如果它寫的是100毫克以上，那它在鈣這一項確實已經追上牛奶，你買得很值得。
如果它只寫10幾、20幾毫克，那前面那個高字只是跟一般豆漿比而已，不是跟牛奶比。同一個貨架上2瓶都叫高鈣，實際差3倍的情況很常見，這一眼低頭比你多喝1年都有用。還有一個小細節要注意，營養標示上有的是寫每100毫升，有的是寫每1份，而1份可能是200毫升，也可能是整瓶450毫升，2瓶產品放在一起比，一定要先確認單位一樣，不然你會被大單位的數字騙過去，以為它比較高。順帶一提，添加的鈣多半是碳酸鈣，喝之前記得搖一搖，因為它會沉在瓶底，你不搖等於把最值錢的部分留給了最後那一口。不過如果你以為含量高就等於補到了，那還是會踩進第二個坑，而且這個坑更深。因為鈣這種礦物質最麻煩的地方在於吃進去的量跟身體真正吸收進去的量中間有一段很大的落差，含量是賬面上的數字，吸收率才是真正入賬的錢。有些食物賬面漂亮，實際入賬很少，有些食物賬面普通，卻幾乎全額到手。先講牛奶為什麼吸收得好。一般文獻裡，牛奶的鈣吸收率大約落在 25% 到 35% 之間，最常被引用的數字是 32% 左右。它能有這個水準，不是運氣，是因為牛奶裡自己就帶了2個幫手。第一個幫手是乳糖，乳糖在腸道被分解，被腸道菌發酵之後，會讓局部的環境偏酸一點點。而鈣有一個特性，在偏酸的環境比較容易維持在可以被吸收的離子狀態，一旦環境偏鹼，它就容易沉澱。所以乳糖等於幫鈣把場地整理成它喜歡的樣子。第二個幫手名字比較長，叫做酪蛋白磷酸胜肽，英文縮寫是 CPP。 這個名字聽起來很硬，但機制講白話其實很好懂。鈣要被吸收，主戰場在小腸，可是小腸中斷以後的環境是中性偏鹼的，鈣在這種環境裡很容易跟其他東西結合，沉澱變成不溶解的顆粒，一沉澱就等於當場失去入場資格，接下來只能跟着糞便離開。而酪蛋白磷酸胜肽是牛奶裡的酪蛋白被消化酵素切開之後產生的小分子片段，它身上帶着磷酸基團，可以把鈣牢牢抓住，牽着它一路往前走，讓鈣在中性偏鹼的腸道裡還能保持溶解狀態，一直撐到可以被吸收的那個位置。換句話說，牛奶不是只給你鈣，它還附贈了一位保鏢，負責把鈣護送到閘門口。這就是為什麼同樣的毫克數，來自牛奶的鈣實際入賬率會比較好看。植物性的鈣遇到的則是完全相反的狀況。豆類、全穀、堅果裡面有植酸，深色蔬菜裡面有草酸，這2種成分都非常喜歡跟鈣結合，一結合就變成不容易被消化的鹽類，身體拆不開，只能整包送出去。最常被拿來當例子的是菠菜，菠菜的鈣含量賬面上並不低，可是它的草酸太多，實際吸收率只有 5% 左右。也就是說，你吃進去的鈣有 95% 根本沒進到身體裡。不過這裡我要講一句公道話，免得矯枉過正，並不是所有植物性的鈣都吸收不好，這是很多人聽一半就下結論的地方。草酸含量低的深綠色蔬菜，像是芥藍、青江菜、小白菜、青花菜，鈣的吸收率反而相當漂亮，有研究指出可以到50%以上，比牛奶還高。差別就在草酸多不多，跟它是不是植物一點關係都沒有。所以真正的分界線不是動物性對植物性，而是有沒有干擾物。記住這一句，後面買菜的時候你就知道要挑哪一種。也因為這樣，有2個廚房裡的小動作值得學起來。第一，高草酸的蔬菜，像是菠菜、地瓜葉、莧菜，先用滾水汆燙30秒到1分鐘，再撈起來，燙過的水倒掉不要喝，可以帶走一部分草酸。第二，豆類跟堅果如果會泡水、發芽或發酵，植酸也會下降。這就是為什麼納豆、味噌這類發酵過的豆製品，礦物質的表現通常比原本的豆子好。這些都不是什麼神奇秘方，只是把干擾物先請走一部分，讓鈣有機會走到終點。講到這裡，如果你喝的是牛奶，先別急着放心，含量夠，吸收機制也在，還是有一大群人喝了很多年，鈣就是沒有進到骨頭裡。原因通常有3個，我一個一個講清楚。
而且這3個剛好都是你今天回家就能自己修正的。第一個原因是喝的時機，人體對鈣的吸收有一個很現實的限制，一次吃太多，吸收率反而會往下掉。單次攝取大約在500毫克以內，效率最好。你一次灌進去800、1000毫克，多出來的那一部分有很大比例是直接從尿裡排掉的，等於花錢買了一趟廁所。所以把一天的鈣全部集中在早餐那一杯，其實是最不划算的做法。比較聰明的安排是分成2到3次，早餐1份，下午或晚餐再1份。這件事聽起來很小，但它決定的是你吃進去的鈣有幾成真的留在身體裡，而不是繞一圈就走。另外，晚上這一份特別值得留下來。人在夜間睡眠的時候，副甲狀腺素會自然上升，身體為了維持血鈣穩定，會從骨頭裡把鈣調出來用。骨頭在這裡扮演的是一個活期存款賬戶，血液缺鈣，它就提領。你在睡前1到2小時補一份鈣，等於在身體最想跟骨頭借錢的那個時間點，先把現金放在桌上，它就不必去動骨頭那筆本金。一杯溫牛奶，1小盒無糖優酪乳都算數。第二個原因是配的食物，這一項最多人中招，因為它藏在最健康的習慣裡面。很多人的早餐是一杯牛奶配1大碗高纖麥片，再加全麥吐司跟一小把堅果。這個組合聽起來無懈可擊，可是全穀跟堅果正好是植酸的大本營。植酸不會分辨鈣是從哪裡來的，它會把牛奶那杯的鈣一起抓走。你以為自己在做加法，其實同一餐裡面同時在做減法。同樣的道理，一邊喝牛奶一邊配濃茶或黑咖啡也是。茶裡的單寧酸還有咖啡因都會讓鈣的留存打折扣。還有一個更大的隱形漏洞是鈉，吃得太鹹，腎臟在排掉多餘鈉的時候會把鈣一起帶走，尿液裡的鈣就跟着上升。一個每天鹽吃得很兇的人，就算牛奶喝好喝滿，也是一邊補一邊漏，補得再勤都填不滿。而台灣人的鈉很少是從鹽罐直接來的，多半藏在醬油、沙茶、豆瓣、火鍋湯底、香腸臘肉、罐頭跟醃製品裡。湯麵的湯喝完，火鍋的湯喝完，那一餐的鈉就直接翻倍。你不用戒掉這些，只要把湯留在碗裡，就等於幫骨頭省下一大筆。但我要強調，這不是叫你不要吃全穀，不要喝咖啡，不要吃堅果，那些都是好東西。真正的做法是把它們錯開，牛奶或鈣片跟高纖、濃茶、咖啡之間盡量隔開1到2小時。你什麼都不用少吃，光是換一下順序，實際入賬的鈣就會不一樣。這是整支影片裡成本最低、效果最直接的一招。第3個原因，也是最關鍵的一個，維生素 D。前面講的那些吸收機制，全部都要維生素 D 點頭才算數。維生素 D 的工作是通知小腸的細胞去制造搬運鈣的蛋白質。沒有維生素 D， 那些搬運工根本不會上工。鈣就算在腸道裡溶解得再漂亮，也只是從你身體裡流過去而已。你可以把維生素 D 想成鈣的簽收人，沒有人簽收，包裹送到門口再多，最後也只能整車退回。而台灣的熟齡族群維生素 D 不足的情況相當普遍，原因很具體。第一，我們怕曬、怕黑、怕曬斑，出門就是長袖加陽傘加防曬乳，皮膚幾乎接觸不到陽光。第二，飲食裡維生素 D 的天然來源本來就少，主要集中在鮭魚、秋刀魚、青魚這類油脂比較多的魚，還有蛋黃跟乾香菇，一般人一周吃不到幾次。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對骨質疏鬆患者的建議是，每天維生素 D 至少800國際單位，一般人不一定需要到這個劑量，但如果你已經有骨密度偏低的問題，這個數字值得你記下來，並且在門診跟醫療端確認自己該補多少。日常最省錢的做法還是曬太陽，把手臂跟小腿露出來，選在上午10點以前或下午3點以後，每次10到20分鐘，一周3到4次就夠了。要注意，隔着玻璃曬沒有用，因為窗戶會擋掉關鍵的紫外線 B。 坐在落地窗旁邊曬一整個下午，維生素 D 一樣是0。真的做不到的人，補充劑是合理的選項，但記得維生素 D 是脂溶性的，跟有油脂的一餐一起吃吸收比較好，
空腹配一口水吞下去，效果會打折。這裡也要提醒一個常被忽略的搭檔，就是維生素 K2。簡單說，維生素 D 負責把鈣從腸道帶進血液，而維生素 K2 負責把血液裡的鈣送進骨頭，而不是讓它沉積在血管壁上。K2 的天然來源是納豆，還有起司、蛋黃、動物、肝臟。你不需要為了它去買什麼特別的產品，但知道有這一環，你就會明白為什麼補鈣不能只盯着鈣本身，它是一整條產線，任何一站卡住，前面做的功都會停在那裡。講到這裡，如果你是每天喝豆漿的人，可能有點沮喪，所以接下來這一段很重要，請不要關掉。無糖豆漿是一個非常好的東西，只是它的價值不在鈣。你只要把它放對位置，它會替你做很多牛奶做不到的事。它真正的強項，第一個是蛋白質。無糖豆漿的蛋白質大約每100毫升3公克上下，跟牛奶站在同一個等級，而且是品質完整的植物性蛋白質。熟齡族群真正該怕的，其實不只是骨質流失，還有肌肉流失。肌少症跟骨質疏鬆常常是一起來的，因為肌肉沒力，平衡就差。平衡差就容易跌倒，而跌倒才是骨質疏鬆最可怕的那一步。豆漿在補蛋白質、守住肌肉這件事上表現非常稱職。第二個強項是它沒有的東西，豆漿不含乳糖，也不含膽固醇，飽和脂肪很低。台灣成年人乳糖不耐的比例相當高，很多人一喝牛奶就脹氣、腸鳴、跑廁所。那不是體質差，只是分解乳糖的酵素會隨着年齡自然下降。這是很正常的生理變化，跟你保養的好不好一點關係都沒有。這種人硬灌牛奶，鈣還沒補到，先把腸胃搞壞了。豆漿對他們來說就是最實際的替代品。不過乳糖不耐也不是完全沒有辦法，多數人並不是一滴都不能碰，而是超過某個量才會不舒服。如果你想留住牛奶，可以試着把一杯拆成2次，每次只喝100毫升，並且跟其他食物一起吃。不要空腹單獨灌，很多人這樣調整之後就沒事了，真的還是不行，就換成無糖優酪乳或起司，發酵跟熟成的過程已經把乳糖處理掉一大部分，通常溫和很多。第三個是大豆異黃酮，它的結構跟人體的雌激素有一點相似，可以跟受體結合。停經之後，雌激素下降是骨質流失加速的主因之一。而大豆異黃酮在這方面被認為有一定的緩衝作用，這一點對50歲以上的女性特別有意義，因為停經之後那幾年，骨質流失的速度是一生中最快的一段。順帶把一個流傳很久的謠言講清楚，正常分量的豆漿跟豆腐並不會讓男性女性化，也沒有證據顯示會增加乳癌風險。多數觀察性研究的方向反而是中性，甚至偏正面。真正需要留意的反而是另一件事，豆漿店賣的甜豆漿，一杯的糖可以到20公克以上，那才是你該換掉的東西。長期喝甜豆漿，鈣沒補到，血糖先被推上去，這個代價比什麼都大。要喝就喝無糖的，喝不慣可以先從半糖過渡，2個星期舌頭就適應了。所以豆漿跟牛奶從來不是敵人，是分工不同。正確的定位是牛奶負責鈣，豆漿負責蛋白質跟大豆異黃酮。如果你2杯都喝得下，早上1杯豆漿，下午1杯牛奶，那是最漂亮的組合。如果真的只能選1杯，而你的目標明確就是鈣，那就選牛奶，或者選背面標示每100毫升有100毫克以上的高鈣豆漿，然後從別的食物把鈣補回來。接下來是最實用的部分，你可以拿紙筆記一下，一天到底要吃多少，從哪裡吃。先講目標，50歲以上的成年人每天鈣的建議攝取量大約是1000毫克。這個數字看起來很嚇人，但拆開之後其實一點都不難。你只要記住一件事，不要想靠一種食物達標，要用湊4份的概念去拼。第一份，1杯250毫升的鮮奶，或者1杯無糖優酪乳，大約250毫克。無糖優酪乳還多一個好處，發酵過程已經把一部分乳糖分解掉了。乳糖不耐的人通常比較能接受，脹氣的機會小很多。第二份，傳統板豆腐半盒，大約100公克，鈣質大約140到160毫克。這裡有一個很多人一輩子都不知道的關鍵，板豆腐的鈣其實是凝固劑帶來的。
傳統板豆腐用的凝固劑是石膏，石膏就是硫酸鈣，所以鈣含量自然高，加上它有壓過，水分少，濃度又更高一層。而嫩豆腐用的是葡萄糖酸內酯，本身完全不含鈣，每100公克只有13毫克左右，同樣叫豆腐，兩者差了10倍以上。下次買豆腐翻到背面看一眼成分表有沒有硫酸鈣，這一眼很值錢。小方豆乾也是同樣的道理，鈣含量相當可觀。第3份，一碗煮熟的低草酸深綠色蔬菜，像是芥藍、青江菜、小白菜、青花菜。芥藍每100公克的鈣大約200毫克以上，而且如同前面說的，吸收率很好。這一份的性價比是所有選項裡面最高的，偏偏也是最多人省略的。第4份補在調味跟配料上面，黑芝麻粉每100公克的鈣可以到1400多毫克，聽起來很嚇人，但實際上你一次只吃1大匙，大約10公克，那就是140毫克左右，加在豆漿或稀飯裡剛剛好。小魚乾更誇張，乾貨每100公克超過2000毫克，可是沒有人一次吃100公克，你抓個15公克拌進青菜裡或煮湯，就是300毫克上下。這一類食物的正確用法是常常加一點，不是一次吃很多。一杯奶250，半盒板豆腐150，一碗芥藍200，一匙黑芝麻加一小把小魚乾400，加起來就是1000毫克。你看，完全不需要痛苦，也不需要買什麼特別的東西，全部都在傳統市场跟超市買得到。我把它變成一天的樣子給你看，你會更有畫面。早餐一杯無糖豆漿配1顆蛋，再加1大匙黑芝麻粉攪進去。午餐一份板豆腐料理，滷的、煎的、麻婆的都可以，再配一碗燙青江菜。下午散步曬15分鐘太陽。晚餐一盤芥藍炒蒜，湯裡丟一小把小魚乾。睡前1小時一杯250毫升的鮮奶或1小盒無糖優酪乳。這樣安排下來，鈣是分次進來的，維生素 D 有了，干擾物也錯開了，而你根本沒有做什麼特別的事，只是把順序調對。還有一件事沒有列在食物清單裡，但它決定了鈣進到身體之後往哪裡去，那就是負重運動。骨頭是活的組織，它會依照受到的力量來決定要長多厚。快走、爬樓梯、深蹲、提重物、彈力帶訓練，這些讓骨頭承受重量的動作是在告訴骨頭，這裡需要補強。如果只補鈣卻整天坐着，材料送到了工地，工人卻沒有開工，每周累積150分鐘的中等強度活動，再加上2次的肌力訓練，這一步跟吃什麼一樣重要。還有2件事必須提醒。第一，鈣片不是不能吃，但順序是先從食物湊不到再補差額，而且單次不要超過500毫克，要分次吃。碳酸鈣需要胃酸幫忙溶解，所以要隨餐吃。胃酸不足、年紀較大或長期在吃制酸劑的人，檸檬酸鈣比較不挑胃酸，是更穩的選擇。第二，如果你有腎結石病史、慢性腎臟病、副甲狀腺疾病，或者正在服用骨質疏鬆用藥、甲狀腺素、某些降血壓藥，補鈣的分量跟服用時間都要先跟你的醫療團隊確認，不要自己加量，也不要自己跟藥一起吞。那什麼情況該去做檢查？如果你是65歲以上的女性、70歲以上的男性，或者停經之後，身高比年輕的時候矮了超過3公分，曾經因為輕微跌倒就骨折，長期使用類固醇，這些都是做骨密度檢查的合理時機。骨質流失最麻煩的地方是它完全沒有症狀，不痛不癢，等到會痛的時候，通常已經是骨折了。它靠的是主動檢查，不是靠感覺。還有幾個訊號出現的時候，不要拖，直接掛號。持續好幾周的背痛卻找不到原因，駝背的角度明顯變大，走路變慢，而且常常覺得站不穩，或者只是彎腰搬個東西就閃到，而且很久好不了，這些都值得請醫療端評估。另外，如果你已經在吃鈣片，卻出現便秘嚴重、腰側悶痛、尿色改變，也應該回診調整劑型跟劑量，不要自己撐着。補鈣是一場10年、20年的長期工程，走對方向比走得快重要太多。今天的重點收在這裡，豆漿的鈣每100毫升大約14毫克，
牛奶大約100毫克，差了7倍。把無糖豆漿當成補鈣主力，確實是白補。牛奶的吸收率能到30%左右，靠的是乳糖跟酪蛋白、磷酸胜肽這2個幫手護送。植物性的鈣容易被植酸和草酸拖住，但低草酸的深綠色蔬菜是漂亮的例外，吸收率反而更高。就算你喝對了杯子，還有3件事會讓你白補：一次灌太多，配着高纖濃茶咖啡跟蟲鹹一起吃，以及缺了維生素 D 這個簽收人。而豆漿真正的價值在蛋白質、無乳糖跟大豆異黃酮，它是肌肉的隊友，不是骨頭的主力。1000毫克這個目標，用1杯奶、半盒板豆腐、1碗深綠色蔬菜，再加上1匙黑芝麻或1小把小魚乾，就湊得起來。明天早餐開始，把2個杯子的角色分清楚，接下來這10年才不會再白喝一次。